上次做了一集解释年轻人为何躺平的影片，观众反应热烈。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如何无所事事》，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躺平。这本书的作者是史丹佛大学艺术家 Jenny Odell。这本书的前半部要先告诉你躺平的哲学，如何抽离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后半部则要教你如何把注意力从拼经济转移到生态共存与社区的在地连结上，实现抵抗资本主义的躺平哲学。我们现在的法定工时8小时是19世纪末美国劳工运动争取来的。当时的运动主题曲就唱着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归自己。归自己的8小时可以去晒太阳、闻花香，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而不是用来自我增进、加班赚外快。这才是当初劳工争取自由时间的本意。但是意大利哲学家 Franco Berardi 就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开始改造人的主体性，把人的自我给商业化，宣扬一种新思想，人人都可以是创业家，大家要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一场品牌竞赛。But a real entrepreneur, whether they fall down, they always can go up. They can stand back up and go higher. 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them, they get stronger and better and smarter and happier. So the entrepreneur first job is to control inside here, not outside there. 劳工不再是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时间还要自由接案、外送跑单、经营社群媒体、建立个人品牌。原本下班后的8小时应该是让劳工不用工作，现在这个8小时却被资本主义殖民了。大家都把自己当成像资本家一样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人生应该要最佳化、价值最大化的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等于是把人生当成赚钱的工具，遗忘了人生体验本身就是目的。人赚钱是为了体验人生，但许多人活着却只是为了赚钱。作者就说，我们应该抗拒成为有生产力的主体，学习庄子哲学。庄子《人间世》里就记载，有一个木匠拜访一棵大橡树，木匠说，这棵树大而无用，不适合拿来当木材，用来做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是一棵完全没价值的树。结果这棵橡树竟然托梦给木匠，说，你要拿那些有利用价值的树跟我比吗？那些树最后的下场就是被砍光了。我就是因为不成材，没有人砍，反而可以活下来。我的没用就是最大的用处。如果我有用，还能长这么大棵吗？庄子的哲学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特别贴切，越是追求财富、越有用的人，越好被公司利用，结果就是加班过劳做到死。过劳不会死，领低薪就是做功德。你这是什么咒语呀？这是江西的方言，简称干话。反而越是没用，越是废物，资本主义越是拿你没办法。天下最棒的就是看到客人们的笑脸。我才不在乎。无所事事反而可以存活下来。庄子哲学让我们看见有用其实是很狭隘的概念，恰好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追求有用，导致无止境的过度消费，当今的生态危机。相比之下，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对资本主义却没有利用价值。例如照顾家庭的家务劳动被资本主义视为没有生产力，你做家事照顾另一半，老板也不会付你薪水。但是整个人类物种可以不断繁衍，其实靠的就是照顾者的呵护。盲目追求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让我们忽略了照顾我们的人，所以艺术家 Euclides 就做了大量的维护艺术，试图让人们看见被资本主义忽视的照护劳动。这种照护不只局限在人身上，也可以扩展到非人类，像是你家的狗猫宠物、老鼠，都在你下班后提供你身心慰藉。这些事情都被资本主义视为没有生产力，赚不到钱，但它们其实对我们的身心调剂非常重要。所以无所事事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而是去做资本主义认为没有生产力的事，像是做家事、跟宠物玩耍。如果遇到老板要求加班，我们就立刻变成一个废物。除了抵抗成为生产力主体，我们还必须抵抗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社群媒体上每次有新消息，许多意见领袖、网红就会在脸书、IG 上发言，各方人马都想抢夺你的注意力，因为流量就是商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要换取你的触及率来生产更多利润，而不是真的在乎社群连结。
所以就连比尔盖茨都严格规定小孩可以用手机的时间。脸书工程师 Justin Rosenstein 则是让小孩不能任意下载应用程式。Twitter 的工程师更是在设计下滑式更新后，说自己的设计不是好东西。但这不是说不要参与社群媒体，而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参与，可以拒绝资本主义希望我们参与的方式。资本主义可以剥削你的薪资、房价，但是没办法剥夺你的自由意志，没办法强迫你看。所以注意力就是我们仅存可以掌握的资源。当我们关闭注意力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拿我们没辙。所以艺术评论家 Jonathan Crary 就说，睡眠是人类抵抗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企业要设计各种容易上瘾的游戏、创流影音平台，让你熬夜玩游戏、追剧，因为你一睡着就少了流量、少了触及。企业可以置入广告，但是用户也可以转移注意力来抵抗。每次广告一出现时，你就转移注意力，不要看，不要听。哲学家德勒兹就认为，当代社会的人们有什么也不说的权利。当今社会不同于威权统治时期，人民不是被禁止表达思想，恰好相反，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发表太多垃圾言论。资本主义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在脸书、IG 上多发贴文，这样才能够赚取流量。在这种争先恐后发表意见的时代，什么也不发表，反而能让人喘口气，从资本主义中暂时退出。当资本主义想赚取我们流量的时候，我们就展现什么也不说的权利。中世纪天主教传统里有一个观念叫做弃绝尘世，就是在精神上拒绝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的享乐都是短暂虚假的，假的，比不上永恒的上帝。这个观念也可以用来抵挡当今的注意力经济。我们虽然有肉身限制，很难逃离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精神层次上跟资本主义说不。当社群媒体抢夺我们的注意力，让你以为每天都有新鲜事、新的争议、新的 YouTube 影片，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讨论并不是现实，而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现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复兴中世纪的弃绝尘世，拒绝这个虚假的现实，不读、不按赞、不分享，保持什么也不说的权利。假的，在外面继续打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抵抗注意力经济，还有一种更彻底的躺平方式，就是逃离资本主义。28岁的大陆网红侯翠翠，因为疫情被裁员，回到辽宁家乡后，靠着失业救助金，在农村节俭度日，人生无大志，只想当个快乐的躺平族。古希腊的哲学家伊比鸠鲁可以说是最早的躺平始祖。他发现都市人只想满足自己空洞的欲望，却从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所以为了要赚更多钱，就必须一直工作，结果就一直在兜圈子，不晓得快乐的来源。所以伊比鸠鲁就离开城市，远离大众，到雅典的郊区农村买下一块菜园，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学校，试图用学校教育改造人们的欲望。伊比鸠鲁认为，到乡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反而可以让你看清自己的欲望。你会发现，很多物欲根本是被广告创造出来的，不是你真的想要那些商品。人真正想要的快乐叫做 ataraxia。什么是 ataraxia？ 就是灵魂不受世俗牵挂，得到内在的宁静。人类的灵魂需要的不是物质满足，而是友情。因为强调友谊的重要性，所以伊比鸠鲁学院是当时唯一一所接纳非希腊人、奴隶、女人的学校，邀请大家一起来躺平，享受不赚钱的快乐。用现在的角度看，伊比鸠鲁的学校就像是成瘾治疗中心。人类对金钱物欲上瘾，需要被治疗，所以躺平不只是消极的抵抗而已，更是一种治疗自己欲望的哲学。伊比鸠鲁这种逃离物欲的行动，在1960年代的美国嬉皮运动再次风行。当时美国年轻人不满政府发起越战跟种族隔离的制度，认为老一代掌权的人是社会乱源，加上当时社会上流行水瓶座时代运动，认为1960年代开始，人类文明进入到了水瓶座，象征着从物质层次转移到了精神环保层次。所以就有许多年轻人拒绝买车买房，跟朋友一起集资到乡下购买一块地，在乡村地区创建自己理想的共同体公社。1965到1970年代，美国出现了1000多所公社，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只要逃离资本主义就可以建立乌托邦。这些公社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的白人，许多人其实把既有的问题带进了公社里。例如，男人从来没有洗碗下厨过，所以在公社里都是女性负责这些事情。很多女性发现这些问题后，又再次逃离反而把问题带到了外面。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 Epictetus 就曾批评伊比鸠鲁，说你是鼓励大家逃避问题，忽视公民责任。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做，就是颠覆国家，破坏家庭。所以作者就认为，我们要躺平，不是逃离资本主义之后就再也不回来，恰好是给自己暂离一段时间后，可以更清楚世界的运作，看清世界后再回归，带来改变。2008年 Deloitte 会计事务所来了一位员工，同事问他在做什么，他就说没做什么，只是在思考要干嘛。在电梯里，同事问他要去哪，他就说我没有要去哪。这个人在公司里无所事事，搞得其他同事都很不耐烦。后来才揭晓，原来这是一场由艺术家 Pilvi Takala 做的行动艺术，刻意扮演一个无所事事的员工，毫无生产力，看其他人会如何反应。结果实验证明，无所事事具有威胁工作秩序的潜力。当你刻意打断日常的工作模式时，身边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这反映出我们其实已经把工作秩序内化到骨子里了。这种社会实验不是逃离资本主义，而是主动创造拒绝的结构，拒绝成为有生产力的主体。什么都不要想，进入放空的状态，直到你开始完完全全的发呆。你看他很厉害吧？这种拒绝的艺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犬儒学派 Diogenes。Diogenes 的哲学就是藐视一切世人认为值得追求的事物，因为社会上所有应该遵守的事都存在裂缝。例如，他认为教育不过是让年轻人出社会后更容易找工作，而不是教人如何过上美好的人生。所以教科书根本不值得一读，他就付诸行动，去把教科书一页一页用胶水粘起来。这种行动哲学让亚历山大帝非常赏识，特地来造访 Diogenes， 跟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结果 Diogenes 回说：“我需要你闪边去，你挡住我的阳光了。”当马其顿人要攻打他的城邦科林斯的时候，全民都准备进入备战状态，大家就猜想 Diogenes 一定又无所事事了。没想到 Diogenes 反而忙着推他的陶俑。别人问他你在干嘛，他就说让自己看起来跟你们一样忙啊。透过这种反讽，揭露出世俗大众认为值得忙碌的事情，其实根本是在装忙。你自以为在拼经济，努力加班赚钱，其实都是庸人自扰。所以柏拉图就把 Diogenes 称作发疯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用对话激发人们的哲学思考，但 Diogenes 是用行动艺术把世人唤醒，不像伊比鸠鲁逃到乡下建立自己的乌托邦，而是留在都市里，用行动证明都市人的忙碌根本就不值得。Diogenes 就是故意要留在这个社会上，用行动创造出一种就地拒绝，告诉你，当社会要求你这么做时，你就偏不要这样做。台湾出生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可以说是台湾版的 Diogenes， 他的艺术表演就充满了就地拒绝。例如1985年的作品《不做艺术》，就是一整年不创作、不看艺术作品、也不谈艺术，过着没有艺术的生活1年。这种无所事事为什么是一种艺术呢？谢德庆说，人们总爱说要让生命充满意义，就要把时间填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清空呢？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就像对台湾社会的一种就地拒绝，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就是时间表都被父母填满，仿佛这样才是有生产力的人生，长大才会有好工作。台湾人都过着这种被安排好的打卡人生，要拒绝这种暴力的结构，谢德庆就来过一年什么都不做的人生。这种拒绝反而是一种生活艺术。As I say, I'm doing life because all art comes from life.
Doing art, doing life is all same doing time. Passing time, that's the way I live. 就地拒绝有时候甚至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像是美国公民不服从的发起人梭罗，就曾经到瓦尔登湖畔隐居，躺平2年。梭罗说：“我远离人群，到小木屋过简朴生活，是因为我希望慎重的生活，看看哪些事情才是生活的根本，根除生活中一切不必要的事，以免到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活过。”这2年的隐居经验，让梭罗可以保持距离看待当时的美国社会。当时美国人都一窝蜂地赞扬奴隶制，对墨西哥发动战争，但是梭罗却写了《论公民不服从》，说去墨西哥打仗的美国士兵不比一块泥土更值得尊敬。主张如果法律的本质就是要你做不正义的帮凶，那我会说就违法吧。如果社会上够多人选择行使道德判断，而非继续玩这场不正义的游戏，那这场游戏就有机会被改变。这个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成为一套政治哲学，进一步影响后来的甘地、马丁·路德·金恩。而梭罗之所以可以提炼出这套理论，就是因为他的隐居经验，让他能够转换视角，从体制外部看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实践这种就地拒绝。如果你已经是低薪的人，努力赚钱养家都来不及了，不可能说我明天就不去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拒绝活动总是发生在学生身上，因为学生还不需要养家活口，可以不计后果的抵抗国家暴力跟资本主义。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注意力实验，请你数数看，白色上衣的人他们总共传了几次球？答案是16次，但是你在数次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黑猩猩出现在画面里？这个实验是由心理学家 Daniel Simons 设计，用来证明人们看不见注意力范围以外的事物。你只顾着看白色上衣的人，就看不见黑猩猩，这叫做不注意眼盲。我们时常忽略明明就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资本主义让当代社会的人都罹患了不注意眼盲，只顾着滑手机，注意不到身旁的事物，因为手机上总是不断有新消息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没几分钟就想看一下手机。其实心理学之父 William James 早就发现，人类的注意力有一个天性，就是会假定一定有新东西可以注意，所以注意力倾向会附着到新事物上，分心是正常的，反而要把注意力集中，特别需要意志力。所以要抵抗注意力经济，我们就必须让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进到我们的意识里。那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制造出一个凝聚注意力的结构。想象一下，当你坠入爱河的时候，你会感觉周遭的世界完全消失，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都在爱人身上。这就是爱情创造了一个注意力的结构。许多艺术作品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例如，艺术家 Scott Plutch 就策划了艺术展览《被鼓励的鼓掌》。这个展览中，参与者禁止使用手机，只能坐在那里看30分钟的夕阳。等到夕阳落下后，就请大家鼓掌。这种短暂抽离，让注意力得以专注在夕阳上。结束后，就会用新的角度看世界。另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美国音乐家 John Cage 的4分33秒。这首乐曲什么也没弹，4分33秒里，你听不见任何琴声，只听到观众发出的细微声音。所以其实每一次的演出都是由在场的观众在演奏，让观众感觉到我们周遭的一切声音都可以是音乐。更神奇的是，在走出音乐厅后，你就会发现你听到的世界变得不一样，因为4分33秒的演出制造了一种注意力的断裂，在一个片刻的安静后，反而会凸显放大之后的细微声音，你周围的每一种声音都会变得异常清晰。你的耳朵终于真正听见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利用片刻的无所事事来为自己创造专注力的结构。
我们在上下班通勤时，大部分人可能都在捷运、公车上滑手机，把注意力放在网络上的空间，而忽视身边的陌生人。或是台湾每次发生地震时，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脸书发文。原本地震应该是把人从网络拉回现实的天灾事件，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却被社群媒体给掌控。事实上，网络空间上的邂逅，你在脸书上看到的贴文，或是交友软体、网络社团，都是根据你的偏好设定的，有非常明确的工具价值，排除了你不想要看到的人。换句话说，网络空间里的邂逅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现实，刻意用你的偏好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我们最后只会接触到跟自己意见相同、有共同喜好的人。但是真正的躺平哲学就必须拒绝资本主义的功利导向，不带目的去交朋友，抵抗注意力经济，看看周遭的陌生人。对你的事业可能没帮助，无法让你更有生产力，也没办法让你找到爱情，但是用佛系的心态来看待陌生人，反而会让生活产生更多意外。雪莉，哇哦，珍妮佛·罗培兹，酷欸！这种与陌生人的邂逅，不只局限在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因为动物、植物也可以是我们的邻居。事实上，18世纪以前，资本主义还没扩张到世界各地，很多原住民的语言都是用拟人化的称谓来形容山河、土地。但是在资本主义殖民的过程中，这些跟动植物的生成关系都被贬义成迷信、不科学。许多原住民的语言失传，改成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也就是英文。英文用 it 指称动植物，把动植物视为比人类还要低阶，忽略了人类祖先跟动植物数百年来的互动，其实已经让双方共同演化。生态学家 Robin Wall Kimmerer 就指出，北美原住民自古就会采集一种叫做毛香的植物，这个采集习惯让毛香慢慢变得仰赖人类。如果人类过度采集，会破坏生态，但是如果人类不采集，这个物种也会灭绝。植物跟人类需要彼此的相互关注，才能活下去。所以抵抗注意力经济不是消极的反抗资本主义，而是积极的让注意力重新回到在地的生态区域。环境运动者 Peter Berg 把这称作生物区域主义，不再把人类当作中心，动植物、山林都可以是我们的邻居。开始去认识当地的动植物、山林、河川，并思考人类跟地方生态如何相互依赖。例如，台湾过去每年有50万只的紫斑蝶来台过冬，但是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暖化，导致来台的紫斑蝶数量越来越少，结果人们的眼球离不开手机，就不会注意到周围的生态已经被资本主义改变。反而是台湾的原住民鲁凯族把紫斑蝶当成朋友，当朋友今年不再来家里做客时，就让他们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生物区域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希望斩断人跟自然的连结，让人把自然当成只是可以商品化的资源。抵抗注意力经济的最后一步，就是把注意力在地化。当我们在躺平、滑脸书、IG 时，看到八卦新闻、业配、名人争议，我们的大脑其实无法把这些内容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因为它们本来就互不相关。媒体学者 Dana Boyd 把这称作脉络崩解。许多个人品牌、网红的成功就是利用脉络崩解。为了让他们的发文、影片触及到更多受众，他们时常会去脉络化来解读事情，这样才可以讨好所有人。所以，社群媒体、自媒体其实没有促进讨论，反而是造成脉络消失。要抵抗资本主义追求流量的商业逻辑，我们可以重新在地化社群。哲学家汉娜·厄兰就指出，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变革都是发生在现身的空间，例如咖啡馆、酒吧、公园。人们在现实空间里现身，一起讨论行动，两方论点激荡出新的火花，才会产生出新的集体力量。但是在社群媒体上，不同意见的双方通常是越讨论越两极化，反而是在真实世界的空间里，可以过滤掉只会出一张嘴的乡民。例如，公园就是一种现身的空间，因为你现在所看到的公园，每个都是靠当地居民现身抵抗资本主义的土地开发才能够残存下来的。例如，旧金山的 Glen Canyon Park 有一个步道叫做 Gumtree Girls， 就是为了纪念3位女性带头阻挡当时政府要让高速公路穿越这座峡谷公园。公园就是抵抗资本主义的成功体现。
所以去理解过去是谁成功守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园，就是一个跟在地社区连结的方式。现身抵抗也揭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资本主义认为生产力就是建设新东西，但事实上，许多新的建设是在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社区、公共空间。只是这些破坏都被资本主义隐形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躺平就是反对进步。躺平哲学恰好要证明，什么都不做，反而可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例如，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就发明了一种什么也不做的自然农法。他有次看到被遗弃的野地长满青草，发觉土地有自己的智慧，因此发想出一套不用肥料、不灌溉的农耕法。秋天时直接播种，再用三叶草代替传统肥料，不刻意追求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力，反而可以带来更繁荣的果园。福冈正信把这套哲学写成书，一根稻草的革命，震撼西方生态学界。2017年，美国西伯克莱地方政府想在当地原住民的贝种遗址上建造大楼，说要把这里转变成有利润的商业空间。当地居民集体抗争，要求保留这个遗址的神圣性，不能被商业化，而是在当地唱歌跳舞，举行仪式。部落族长 Ruth Ota 甚至跟景观设计师合作，把地下的贝种转变成一个大型纪念遗址。这个遗址没有商业价值，却可以让世人见证地方文化，这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有系统性的介绍躺平的哲学。庄子哲学教我们抵抗生产力主体，我越是没用，资本主义越是拿我没办法。德勒兹哲学教我们什么也不说的权利。社群媒体上有新鲜事要我们留言，我们就保持沉默。伊比鸠鲁哲学教我们治疗我们的欲望，看清资本主义灌输的物欲根本无法让人幸福。Diogenes 跟梭罗哲学教我们就地拒绝。当资本主义充斥着不正义，我们就要实践公民不服从。生物区域主义教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地方生态，重建人与自然的连结，修复被资本主义破坏的生态环境。汉娜·鄂兰的哲学教我们现身的空间，现身抵抗，守护那些没有生产力的东西，反而可以为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留言加分享本集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如何无所事事》一本。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节目长期运作。